范闲一面叙说着，一面有些出神，想到小时候去杂货铺偷酒喝，武竹叔总是会切萝卜丝给自己下酒，却根本不管自己才几岁大，唇角不禁泛起了一丝温暖。就像是变戏法一样，范闲从身上臃肿的皮袄里掏出一根萝卜，又摸出了一把菜刀，开始灼地在神庙门口的青石地上切萝卜。神庙门前的青石地历经千万年的风霜冰雪，却依然是那样的平滑，用来当菜板，虽然稍显生硬，却也是别有一番脆劲。刀下若飞，不过片刻功夫，一根被冻得脆脆的萝卜就被切成了粗细极为一致的萝卜丝儿，平齐地码在了青石地上。在切萝卜丝儿的时候，范闲没有说话，武竹却偏了偏头，隔着黑布平静地看着范闲手中的刀和那根萝卜，似乎不理解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儿。在神庙门口切萝卜丝儿，范闲若能够活下去，想必是他这辈子所做的最嚣张的事情，比从皇城上跳下去杀秦业更嚣张，比冲入皇宫打了老太后一个耳光更嚣张，甚至比单剑入宫刺杀皇帝老子还要嚣张。然而武竹似乎依然没有记起来什么，只是好奇范闲这个无聊的举动。范闲低着头叹了口气，将菜刀扔在了一旁，指着身前的萝卜丝儿，语气淡然地说道：当年你总嫌我的萝卜丝切得不好，你看现在我切得怎么样？武竹回正了头颅，依然冷漠的一言不发。范闲的心里生出了浓浓的凉意，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无用功，自己再怎样做也不可能唤醒武竹叔，武竹叔已经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天地很冷，神庙很冷，然而范闲却像是直到此刻才感觉到浑身上下打了一个哆嗦。他依然使劲地咬了咬牙，咬的唇边都渗出了一道血迹，死死地盯着武竹，愤怒地盯着武竹。许久后情绪才平复下来，阴沉吼道：我就不信这个邪，你别给我装，我知道你记得，我知道你记得。范闲的声音沙哑到了极点，连续不断的说话让他的声带受到了伤害。我不信你会忘了悬崖上面那么多年的相处，我不相信你会忘了那个夜里说箱子的时候，说老妈的时候你笑过，你忘记了吗？那个雨夜呢，我们把钥匙偷回来了，把箱子打开了，你又笑了。范闲剧烈的咳嗽着骂道：你明明会笑，在这里装什么死人头？武竹依然纹丝不动，手里的铁签也是纹丝不动，刺着范闲的咽喉，雪也依然在冷酷地下着。神庙前除了范闲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任何动静。渐渐的，天光微暗，或许已是入夜，或许只是云层渐厚，但范闲头顶的雪却止住。簌簌的声音响起，王十三郎满头是汗，将一个小型的备用帐篷在范闲的背后支好，然后推到了范闲的头顶，将他整个人盖了起来。恰好帐篷的门就在范闲和武竹之间，没有去撩动那柄稳定的铁签。雪大了，王十三郎担心范闲的身体，所以先前历尽辛苦，用最快的速度赶回营地，拿来了这样一个小帐篷来替范闲挡雪。难怪他会如此气喘吁吁啊！范闲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因为他只是瞪着失神或无神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武竹，用难听的沙哑的声音拼命地说着话。范闲不是话痨，然而他这一天说的话，只怕比他这一辈子都要多一些。王十三郎做完了这一切，用一种复杂的神情看了看神庙门口奇怪的二人一眼，再次坐到了覆着白雪的青石阶上。真3个痴人才做得出来此等样的痴事。一天一夜过去了，武竹手里的铁签不离范闲的咽喉，一天一夜，似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想杀死面前这个话特别多的凡人。范闲不停地说话，说了一天一夜，似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唾沫早就已经说干了。
王十三郎递过来的食物和清水都被他放到了一边。唾沫干了又生，声带受损之后极为沙哑，甚至最后带出来的唾沫星子都被染成了粉色。他的嗓子开始出血，他的声音开始难听到听不清楚意思，他的语速已经比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更加缓慢。王十三郎在这对怪人身边听了一天一夜，他开始听得极其认真，因为在范闲向五竹的血泪控诉中，他听到了很多当年大陆风云的真相，他知晓了许多波澜壮阔的人物，更知晓了范闲的童年以及少年的生活。然而当范闲开始重复第3遍自己的人生传记时，第4次拿出菜刀比划切萝卜丝的动作时，祈求五竹能够记起一些什么时，王十三郎有些不忍再听了。他抱着双膝坐在了青石阶旁，看着雪山山脉远方那些怪异而美丽的光影，手指下意识里将身旁散落的骨灰和灰痕拢在了一处，那是四顾剑的遗骸。当海棠走到神庙门口的时候，所看见的便是这样一幕场景。他看见了3个白痴一样的人。王十三郎正正地坐在青石阶上，把玩着自己师傅的骨灰，范闲却像是一尊乡间小神像一般，坐在一个小帐篷的门口，不停用沙哑难听的声音说着天书一般含糊难懂的内容。而五竹却是伸着铁签，纹丝不动，像极了一尊雕像，而且这座雕像浑身上下都是白雪，没有一丝活气。那柄铁签横亘在五竹与范闲之间，就像隔开了2个截然不同、不可接触的世界。不论是刺出去还是收回来，或许场间的所有人都会觉得好过许多。偏生就是这样的冰冷稳定，横亘于2人之间，令人无尽酸楚，无尽痛苦。一人不忍走，被不忍的那人却依然不明白。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莫过于不明白。只看了一眼，海棠便知道这一天一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种难以抑制的酸楚涌上心头。直到今日，他才肯定，原来对于范闲而言，总有许多事情比他的性命更为重要。他疯魔了。海棠怔怔地看着范闲脸上明显不及的红晕，听着他沙哑缓慢模糊的声音，看着五竹身上的白雪上晕染的血色唾沫星子，内心刺痛了一下。王十三郎异常困难地站了起来，看着海棠沉默片刻以后说道：都疯魔了，不然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要上来？我只是觉得，他既然要死，我也要看着他死。海棠看了王十三郎一眼，微微低头说道：他支撑不了太久，本来伤就一直没好，那天又被刺了一刀贯穿伤，失血过多，要穿过冰原南归，本就是件极难的事情。更何况他如此不爱惜自己性命，非要来此一试。